美国特战队真是疯了，为了搞一把好枪，竟然开始服役30多年的 M4 进行极限升级，要求不放弃 5.56 毫米，保持短枪管的极致机动性，同时还要把这把短枪能在600米的距离上击穿重型防弹衣。这一系列要求下来 ，M4 的膛压直接飙升到了坦克的级别。只能说美军这是把军工企业当成许愿池里的王八了，一点余地都不留。那么美军对 M4 都进行了哪些改动？如此高的膛压又是如何做到的？在单兵装备领域，攻与防已经不对等了，防弹衣太硬了。现在随便拉出一个正规军步兵，甚至是一些高端雇佣兵，身上的防弹衣都能防穿甲弹。在这种重甲满地走的环境下，美军手里那些短枪管的 M4 发射传统的 5.56 毫米北约标准弹，瞬间就成了刮痧师傅。尤其是在300米开外，那点末端动能打在陶瓷防弹板上，跟扔石头没多大区别，根本无法对掩体后面或者穿重甲的目标构成有效杀伤。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美国陆军搞出了 NGSW， 选了西格绍尔的 6.8 子弹和 XM7， 解决思路简单粗暴，大力出奇迹，用极高的动能强行砸穿远距离的防弹衣，膛压飙升到了8万 psi。 不过美国特种部队这边对其嗤之以鼻，对特种兵来说，武器的重量、体积和机动性那是比命还重要的东西。在 MK24 那期视频里我们也聊过这件事，因为重量与体积的问题，现在的 XM7 已经升级为 XM8。不用 6.8 毫米弹药，美军特种部队就开始搞骚操作了。新推出的 MK24 一枪双弹，可以发射 6.5 毫米弹药以及 7.62 弹药。只是有了 MK24， 美国特战队并没有满足，而是想出了一个丧心病狂的点子，对 M4 进行极限升级。美国海军陆战武器中心克兰分部代表特战司令部抛出了一个 HICAR 计划，魔改 M4， 不换口径，不换下机匣，直接在上机匣组件和子弹搞技术突破，把有效射程从300米拉爆到600米以上。火力军愿称其为 M4A2。 要理解 HICAR 计划有多疯狂，必须先补一堂内弹道学物理课。为什么短枪管打不远？为什么 5.56 毫米到了远距离就拉胯？在枪械工程学里，枪管本质上就是一个压力容器，里面的火药燃烧产生高压气体，气体膨胀推着弹头往前跑。传统的 5.56 毫米弹药里面的发射药是专门为 14.5 英寸甚至是20英寸长的枪管设计的，火药需要这么长的距离才能充分燃烧，把气体压力100%地转化成弹头飞出去的动能。只是特种兵不喜欢长枪，他们偏爱11到12英寸的短枪管。这一短，火药在枪膛里刚烧了一半，还没等把力气全使出来，弹头就已经飞出枪口了，大量未燃尽气体直接从枪口喷了出去，变成了一团毫无卵用的枪口火焰，不仅刺眼还浪费能量，导致子弹初速遭遇了断崖式下跌。给大家报个数据，标准的 M855A1 子弹如果用20英寸的长枪管打，初速能飙到每秒960米，但如果换成特种部队最爱的 11.5 英寸短枪管，初速直接暴跌到每秒777米到807米。速度跌了，后果就是动能暴跌，动能和速度的平方成正比，初速的衰减会被二次方无情的放大，导致子弹的破坏力缩水。实战的影响更大，初速一降，弹道变得弯曲，子弹飞到300米外就开始往下掉，风一吹就偏，根本打不准。5.56 毫米这种小口径子弹，它不是靠口径粗来对付敌人，而是靠高速翻滚和碎裂来制造杀伤，这需要一个临界速度。一旦距离超过300米，短管发射的子弹寸速太低，跌破了这个阈值，子弹即使打中敌人也不会翻滚，它会像一根铁钉直直地穿过去，留下一个光滑的小洞。只要没打中要害，敌人甚至还能活蹦乱跳的反击。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美国特战队搞了一款特供的弹药 M855A1 加超高速弹药。既然嫌短枪管的做工距离太短，那就在有限的距离内把做工的压力拉到极致。M855A1 加采用了全新的高能推进药与高膛压配方，燃烧的更剧烈更迅速。这种膨胀速率使得弹头在短短11英寸的距离内就能被强行踹出去，达到传统长枪管才能达到的超高初速。极高的初速带来了平直的弹道，风偏影响被降到了最低，指哪打哪。其次是转速，超高初速配合枪管里的膛线，子弹每分钟自旋高达30万转以上。这是什么概念？当这颗带着高存能、极高自旋的子弹在600米外击中目标时，会因为高速旋转，在接触目标的瞬间引发极其剧烈的失稳、翻滚，最后造成空枪伤到。而且 M855A1 加保留了前面钢穿甲体，后面同心的结构，在这种巨大的动能下，哪怕是在600米的极限距离上，依然能轻松干穿现代单兵的重型硬质防弹板。
不过我们听起来很爽，加点高能火药，问题就解决了。但是如果那么容易就能解决短枪管的问题，大家早就这么干了。接下来就要面对 HICAR 计划最变态的部分——膛压，这会引发一系列问题。膛压就是火药在弹壳和枪膛里爆炸时产生的最大气体压强。在传统的轻武器工业里，不管是 ICAMI 还是北约的标准，对 5.56 毫米子弹的最高工作膛压限制通常都死死压在52000到62000 psi 之间。美军现在用的主力 M85A1 EPR 弹药，膛压大概是61830 psi。老实说，这个压力已经把 M4 这种20世纪50年代设计的枪击结构逼到了承压的极限。而 HICAR 计划搞的这个 M85A1 加超高速弹药，膛压达到了82000 psi， 比现役子弹整整提升了将近 30%。这个数字超越了地球上所有现役小口径步枪弹，甚至中口径全威力步枪弹的极限。这个压力级别直接跨入了120毫米滑膛坦克炮与高性能中口径机炮的范畴。你要在一把单兵步枪里引爆坦克级别的膛压，这种压力对 MCA1 的枪机和机匣结构来说就是一场灾难。如果你把这种子弹塞进普通的 M4 里并扣动扳机，首先暴毙的是闭锁机构。标准的 MCA1 枪机头前面有7个像齿轮一样的闭锁凸耳，当82000 psi 的压力瞬间爆发时，一股巨大无比的向后推力会狠狠地砸在枪机底面上，所有的应力都会集中在退壳钩两侧的闭锁和凸耳根部。在这种超高压的连续锤击下，传统的钢材根本扛不住，凸耳根部会迅速产生微观的金属疲劳，打不了几个弹匣，闭锁凸耳就会直接开裂，甚至被气根剪断。枪机一旦碎裂，高压气体直接糊在射手脸上，当场毁容。第二个遭殃的是退壳系统，82000 psi 的高压会把黄铜弹壳撑得死死的，贴在枪膛内壁上。如果导气系统在枪膛压力还没降下来的时候，就往后猛拉枪机框，试图退壳。这个时候，退壳钩咬住弹壳底缘往后扯，而弹壳又死死贴在枪膛上，两边一较劲，巨大的摩擦力会直接把黄铜弹壳的抽壳沟槽给硬生生撕裂，或者退壳钩本身承受不住巨大的反向弯曲应力，钩销直接断裂，整个枪瞬间变成一根烧火棍，价格报废。但最惨的还是枪管金石，82000 psi 伴随着的是极度高温、超音速的火药燃气，在子弹头刚刚切入枪管波膛的瞬间，这些高温高压燃气对枪管钢材进行热化学侵蚀和物理冲刷。用普通的枪管钢材在82000 psi 的折磨下，打个几百发，波膛就会被烧蚀出无数个烧蚀坑，枪管失去了对弹头的导向抓握能力，子弹在枪管里疯狂乱撞，步枪的射击精度会直接呈现断崖式的下跌，根本打不准。既然82000 psi 这么恐怖， HICAR 计划又是怎么做到在不改变 MCA1 下机匣尺寸的前提下，硬生生扛住这种力量的？解决办法其实很简单，上 money。美国特战队靠着砸钱，逼着国防承包商使出了压箱底的黑科技。首先是材料和表面涂层的全面升维，普通的4158钢和4150 CMV 枪管钢通通扔进垃圾桶。参与 HICAR 计划的军工巨头直接把航空航天级别的好东西拿了出来，用来造枪机的是 AirMate 100或者 USAF 96这种特种高强度合金钢。这种材料以前是用来造战斗机起落架的，它的屈服强度达到了传统枪械钢材的2倍以上，硬生生扛住了82000 psi 带来的恐怖后退坐力，保证闭锁凸耳绝对不碎。枪管换成了 GNB 200或者 ARMAD 这种高纯度特种合金，极其耐高温抗拉扯。为了进一步减小摩擦力，枪机框和闭锁凸耳表面直接采用了类金刚石涂层沉积技术，这玩意儿极其光滑且耐磨，让高压下的机械运动依然丝滑。而在最容易被等离子体烧蚀的枪管坡膛和导气孔区域，工程师们要么镶嵌了固铬合金衬套，要么搞了极其深层的多元共渗淡化处理，变成一层变态的耐热保护膜，死死挡住烧蚀。其次是子弹本身的结构，既然普通的黄铜弹壳在高压下会贴膛，会撕裂底缘，那就改变弹壳。M85A1 加极大概率采用了高压复合弹壳技术，也就是承受压力最大、被退壳钩猛拉的那个部分换成了极高屈服强度的脆硬钢或者特种合金，比如 PIC-ARI， 钢底座极其坚硬，绝对不会在82000 psi 下发生爆裂或者变形。而弹壳的主体部分依然采用薄壁黄铜或者高弹性合金，这种钢底铜身的奇葩结构保证了底座绝不碎裂，又保留了壳体膨胀后能快速收缩弹回的特性，彻底完美解决了超高膛压下的贴膛与抽壳断裂问题。HICAR 计划中最核心的突破来自 PROOF Research 公司，它向军方推进了渐变枪管技术。这项技术能够真正解决高压枪管寿命短的问题。传统的枪管膛线缠距是固定的，比如1:7，
子弹在枪管里前进7英寸，旋转一圈，膛线的阳线在破膛开始的地方，角度极其陡峭。想象一下，在82000 psi 的恐怖推力下，子弹像出膛炮弹一样冲进膛线，突然撞上固定角度极其陡峭的膛线，这会瞬间产生一个旋转加速度阻力，也就是所谓的初级压力峰值。这个峰值就是导致枪管破膛严重烧蚀和磨损的罪魁祸首。PXT 技术是怎么玩的？它采用指数级渐变铲距和圆角膛线截面。在子弹刚离开弹壳进入枪膛的最开始那一段， PXT 枪管的铲距极其平缓，膛线的起始咬合角被生生降低了 95% 到 98%， 子弹进入枪管时毫无阻碍感。然后随着子弹沿着枪管往前飞，膛线的铲距开始呈现指数级的加速变紧，等到子弹快飞出枪口的时候，才最终达到稳定弹头所需的1:7.5或者更紧的铲距。而且 PXT 的阴阳膛线截面不是传统的锋利直角，而是极其平滑的圆弧状，这让弹头被挤压的力度直接下降了约 30%。 这种渐变设计完美的拉长了弹头咬合做工的时间和空间，像太极推手一样，把原本极其陡峭致命的内弹道初始压力峰值给彻底削平了，让火药能量的释放变得极其平缓可控。测试数据出来后，所有人都惊呆了。在8万 psi 以上的极端地狱级高压下， PXT 技术成功把枪管的精度寿命硬生生延长了 30% 到 100%， 这确保了 11.5 英寸的短枪管在天天拿超高速可药弹狂轰滥炸的情况下，依然能达到8000发甚至向2万发的长寿命极限发起冲击，这简直是枪械工程学史上的奇迹。费了这么大劲，砸了这么多钱，搞出这么多黑科技， M4 在经过魔改后实战表现如何？对于 M2 极限升级，美国公布的招标要求是真的变态。唐牙明确要求吃下 M85A1+，还要兼容未来更恐怖的弹药，严禁加长枪身，必须保持最顶级的 CQB 机动性，空枪重量不超过约 3.63 公斤，目标是做到 2.95 公斤，就是为了防着 XM7 那种超重惨剧重演，必须保证单兵体能、射击精度 1MOA， 甚至目标 0.5 MOA， 在100码的距离上，几发子弹的弹着点要能盖在1枚硬币里。这可是一把短突击步枪，硬生生被要求打出专业狙击步枪的精度。这种性能怪物一旦落地，特种作战小队的战术编组与交战规则将遭到彻底的重塑。以前特战小队在开阔地带巡逻，一旦遭到敌方机枪手或者狙击手在400到600米外的跨射压制，手里拿短管 M4 的队员就只能干瞪眼，找掩体呼叫空中支援，或者靠小队里唯一拿着重型精确射手步枪的哥们儿去还击。现在装备 M4A2 之后，小队里随便拉出一个突击队员，直接卧倒，透过光学瞄具，凭借超频直的弹道和600米依然能穿透重甲的超高初速，每个人都能提供 1MOA 级别的精密火力压制。小队的有效防御和杀伤半径直接翻了1倍，硬生生把突击步枪打出了狙击枪的统治力。如果是直升机机降与城市 CQB 破门，小队乘坐黑鹰直升机突击，或者挤在防弹 SUV 里准备下车硬干。因为 HSAR 极度紧凑，队员们在拥挤的车厢里完全不会觉得施展不开，一旦遭遇伏击，推开车门瞬间就能出枪，跟敌人脸贴脸打室内近战，下一秒冲到阳台就能直接一枪干掉远处接角楼顶的重甲机枪手。如果是海豹突击队在深夜乘坐微型潜艇，或者从海底游泳潜入敌方船只，武器在极具腐蚀性的海水里泡了2个小时，刚爬上甲板，敌人发现开火，特战队员不需要费力去倒枪管里的水，抬枪就射。MC2 的过水排压设计保证了绝对不炸膛，在狭窄摇晃的船舱里清扫敌人，超短枪身如鱼得水。而在甲板上需要掩护小艇撤退时，超高速弹药又能精准压制几百米外的海岸火力。就火力军来说，美军特种作战司令部的 HICR 计划堪称是轻武器史上一次极其精彩的非对称创新。当常规陆军陷入了火力不够口径来凑，造出 XM7 这种又重又大后勤灾难的怪物时，特种部队选择了其他的路，榨干 5.56 毫米口径最后一点物理潜能，证明 AR-15 这个半个多世纪前的老平台依然拥有深不见底的魔改潜力，更是给全球轻武器发展指明了一条全新的出路。与其一味的增大口径增加重量，不如通过提升能量密度和挖掘尖端材料缺来实现战斗力的翻倍。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大家觉得 M4 极限升级能不能成功？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视频最后不要忘记点赞关注，我是火力军，下期见。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
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